面临着有几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大宗商品上涨了 A 股没有上去？为什么在未来的3到5年甚至超过5年，我们必须要懂商品投资啊？我们如何入场？这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那我们说呢，我们要深刻理解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说理解全球的产业链。我们会发现现在中国会面临一些困难，很多朋友会觉得挺难过的。GDP 的增速在不断的下降，然后制造业从中国出去，到了越南，到了印度，会发现钱比前几年更难赚了，有没有这样的感受？然后呢，这个经济也没有前几年好了。其实呢，这些呢，以前呢，美国经历过，日本经历过，韩国也经历过，现在就是中国经历。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全球产业链重塑的过程。制造业从美国迁到日本的时候，美国的 GDP 是下行的，日本的 GDP 是上行的，是在一个高位，看到吗？当日本的 GDP 下行的时候，这些制造业迁到了韩国，韩国的 GDP 是高位，日本下来了。当韩国的这些东西迁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的 GDP 是高位，现在正在往下走。往哪儿迁啊？往那些更新兴的国家迁。我们其实在走到下一个更好的阶段的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有阵痛的，很正常。他们以前都有的。美国有，日本以前有，韩国以前有，中国呢现在正在面临，可是我们是往一个更高的地方去走的。那我们讲呢，我们用什么来去看这个东西的跃迁？当这个制造业在往别的国家迁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全球产业链上一个更替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看哈？看铜跟钢，什么意思呢？铜呢代表设备的更新，钢呢代表房地产基建。就是比如说这个美国呢，美国这个制造业往日本迁的时候，日本在刚开始承接这个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房地产跟基建就往上走，往上走的时候，钢的需求就大了。一样的，当日本往韩国走的时候，韩国的房地产也会往上走。从韩国往中国走的时候，中国的房地产也会往上走。我们可以以此类推，从中国往印度、越南走的时候，他们的房地产也会往上走，对吧？那我们说呢，当这个产业链跃迁的时候呢，会发现这个钢的需求呢，会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候突然间往上走，但是在这个跃迁的过程当中呢，会往下走。为什么？因为那个新的地方还没有完全的发展起来，然后老的这个先出国呢，它还有需求。所以总之呢，就是这个铜跟钢之间的关系应该能看出来一些东西，对吗？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我们要看两个品种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工具？看套利 K 线，对吗？看套利 K 线很有意思啊。铜跟螺纹钢的比价，看过去60年这个铜跟螺纹钢的比价，铜会在一个阶段突然间的大幅度上行，这个比价从2到10，可是不小哦。本来我是你的2倍，后来我变你的10倍了，这是不小哦。然后又反抽，然后开始稳定，然后又突然上去，然后又反抽，又开始稳定。但是这个稳定上了一个台阶，也就是说铜价格比螺纹钢要高出一个台阶了。后来又是突然一个上行，再反抽，然后再回来到一个台阶。这代表着什么？产业链重塑。产业链重塑就是这个全球产业链啊，从原材料到制造业到消费端，制造这一块在不断的更替国家，它总要往更便宜的地方去嘛，这个人力成本更便宜的地方去，这也是跃迁。这一块就是中国房地产的高速发展期嘛，迁到中国来了嘛。2008年前后，是不是？我们来看一看，看这一个阶段是美国迁到日本，这一个阶段呢是日本迁到了4小龙，包括韩国、台湾这些，然后是亚洲4小龙迁到中国，现在目前是中国往东南亚迁。那么如果前面几轮这个数据是一个规律的话，我们会认为后面会有一个这样的上行。什么意思？铜会大幅度的往上走，什么时候不知道，
但是箭在弦上，这是一个全球产业链重塑的过程。这个理论非常重要，就是这个可以帮我们理解我们目前中国处在世界的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将来中国的这个位置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还有将来的包括中国的就业、孩子的教育，所有这些方向，你这个底层逻辑你不提前20年、30年就明白。这个哲学家叫什么来的？不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他讲这句话，就是你每天低头稀里糊涂的过，那不行。我们要至少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很细的知道每天发生什么，每个月发生什么，甚至每年，但是一个大概的情况，我们正在生活的这个国家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整个这个世界的一个架构会发生什么事情，至少要知道。从原材料到制造到消费，以前呢是美国，后来变成了更便宜的地方日本，日本的人力变贵了以后变成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更贵了以后就到中国，中国人力成本更贵了就到了更落后的地方，因为反正设备也要更新了，我在新的地方更新嘛，反正也要买设备嘛，我在新的地方去买嘛，他那人力会更便宜，反正设备都是一样的价钱。这叫全球产业链重塑，非常非常重要，未来的几年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然后我们也会发现呢，在这个全球产业链重塑的过程当中，美元会是弱势。为什么？因为资金在往新的地方走了，在往那个创造更快的价值、更多价值的地方去走，所以美元就是一个弱势的周期。所以2022年的这个点应该就是这一轮的高点。当然现在美元依然很强啊，各种原因它不肯降息啊，因为这个什么，总之呢就是说2022年这里再往上超过2022年的概率比较小，大通胀概率比较小。就是说当你这个产生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就是你这个美国的制造业往日本迁，美国的制造业你看这是 GDP 啊，美国这个再往下走，它的 GDP 再往下走的时候，就它制造业在往外迁的时候，它的股市发生了什么事儿？日本的制造业在往外边迁的时候，你的股市发生了什么事儿？是不是就能给我们一些预期？你中国的制造业在往外迁的时候，你的股市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儿？这是我们的一个逻辑，是吧？我们继续看看美国股市在制造业往外迁的时候，美国股市是很横向震荡的，不是没有机会，这种时候是有机会的，这周期位置的底部是有机会的。可是如果你拉长周期的话，它是横向震荡的。而代表商品的 CRB 是大幅度上行的，商品跑赢它股市10年，在它的制造业往外迁的时候。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往哪儿迁啊？往日本，迁到日本，日本这个时候的股市它就比美国好。我们再往后看，日本制造业往哪儿迁？当时迁出去了，日本的制造业迁到亚洲四小龙。日本迁出去的时候，日本的股市整个这个10年是横着走的，有没有机会？有机会，周期底部有机会。可是你拉长周期看，它的中枢是横着的，是横向的。但是大宗商品却跑赢它的股市非常多。好了，我说到这儿，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印度的股市这么好？我们看印度、越南股市与商品同时走强，因为它制造业它要用这个商品它要有原材料，它肯定跟商品的关联度更高，对不对？然后呢，它的产出，它的 GDP 也很好，它的增速很快。GDP 的增速总量不如我们，可是增速很快，所以它股市就往上走很快。我们会发现啥？看沪深300横着走，大宗商品是往上走，看着吗？大宗商品这个灰色的线是往上走，现在回调的过程当中。然后呢，孟买指数、胡志明指数哭哭涨，用你们的话来说就是哭哭涨，是不是哭哭涨？可是 A 股横着走，中枢是横着的，不是没有机会，它依然有低点，依然会有美国跟日本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也不小这个幅度但是如果你别跟别人比，你一旦跟大宗商品比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大幅度跑赢的。假如你当老板，你想这个人是你的需要，你的对口，大学还不错，那个人学的哲学，假如说，但是你不需要，他就是哈佛毕业的，跟你没关系，
就业看的就是未来的产业趋势。未来你说第6轮的康波走什么技术，我不知道，你知道吗？你也不知道。经济学家知道吗？不知道，没人知道。我们都是后视镜，可是没关系，学基础性的专业，到时候它可以跨行，任何行业都可以去做，一样的道理。其实心理学什么的这些也都可以，反正总之吧，就是怎么说呢？你要是学编程，你会发现将来 AI 全都给你干掉了嘛。但以前编程的人码农多少啊？那个技术已经渗透到每一个角落了。学基础学科，那我们讲呢，中国的 A 股呢，里面都是中国的企业，对吧？代表的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区域。可是呢，我们做的商品，尤其是像贵金属、原油这样的方向呢，它是全球的商品，它不是光你中国自个儿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叫家庭资产配置的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商品是全球的，它不是你一个区域的，是全球定价的。全球定价的商品，中国定价的 A 股。那么我们讲说呢，投资全球的商品要注意什么呢？最重要的记住了，就是切忌短期高点入场。就是长周期是有机会，可是短期高点入场的回撤是非常非常高的。我的意思不是让你把 A 股砍了全做商品，不是这样的。我是讲说，以前你的账户里可以没有商品，以前你可以不懂商品，因为你 A 股走的逻辑就是商品的逻辑。现在印度、越南走的也是商品逻辑，同向的。中国以前也是商品，你看中国这个市场是不是商品？灰色的线，看是不是商品？现在不是了。总之呢，就是这个意思。往那些地方走，那些什么越南啊、印度啊，他们走的是商品，投资他们就等于投资商品。以前投资 A 股等于投资商品，现在不是了。所以你现在没有，你不去特意的配商品，你的这个组合里边是没有代表商品的东西的。就是你以前投资 A 股，代表着你可以从这个商品的走势当中获得一些利润，可是现在不是了，你这个股市已经是这个区域性的，已经不代表那个全球的商品了，已经没有全球商品的那个东西了。所以你的组合，你的投资里面如果没有商品不行。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从去年到现在我们一直在加大商品的仓位，要回避短期高点入场。你们看在组团当时我5月的时候就有跟大家讲过，这个白银的短周期是很高了，你在这个位置入场，你们看一下白银回撤了多少。所以呢，短周期千万要注意。我们吃过这个亏，咱们的朋友吃过这个亏，用长期叙事逻辑去做短期交易也是挺痛苦的也是挺痛苦的。你们痛苦我更痛苦，非常痛苦啊。一直坚持到现在的朋友呢，其实如果你仓位不动是赚钱的，因为长期逻辑在那儿，可是短期要是回调个1年2年的，挺崩溃的，挺崩溃的，是不是？现在听我直播的朋友应该很多跟了我最长的跟了我9年的啊，现在如果你跟了我4年的话，应该我们是有共同的这个体验的。短期高点入场，我们说啊长期没关系啊，我们持有3年吧，是前面1年你也难受，我更难受，我都没脸见你们，因为短期高点入场回撤挺难熬的。所以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定要开发短周期模型，不是拿到手里不要看做家庭资产配置这样的理论是不行的。总结一下，第一个问题，我们在这个视频刚开始的时候问的，为什么大宗商品上行而 A 股没上去？转移了 A 股的制造业，转移到那些更落后的国家来降低成本，那些国家才去进原材料呢，所以它的股市跟大宗商品的波动是更像的。大宗商品把他们拽上去了，咱们已经是别的东西了，再往下一个走了，迁出国。为什么都是发展中国家，印度股市这么厉害？跟第一个问题差不多。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懂商品投资？因为全球的商品，中国的 A 股，以前呢，过去10几年啊 ，A 股承载的是全球的制造业，所以 A 股跟大宗商品的走势，它代表了大宗商品的走势。现在制造业往别的国家迁了， A 股就不再代表大宗商品了，所以你只有 A 股是不可以的。不仅是像当年的美国、日本，对吧？一样的，只要你再迁出，你的股市
就不跟着那个走了，你就产生阵痛，因为你要走到下一个更高的地方了。所以有人问我说，未来5年投资什么赚钱概率更高？是全球的商品还是中国的 A 股？我们从过去复盘美国、复盘日本看得很清楚。如何入场？咱先别说赚多少钱，入场的时候千万别在短期高点，你会产生信仰上的自我怀疑不仅是自我怀疑，你也会怀疑我好了，这就是今天直播的主要内容，非常重要。欢迎点赞订阅我的频道，主页更多精彩视频。